这最近棋牌的杂速还挺嚣张的。这个月啊，我们都折了20几个地，都给我把招子放亮点儿，别中了他们的埋伏。怎么可能？这大白天的。 没有霹雳雷神引民动会交彻武器腾腾金光速现复古神你知道我要真那要写请依然学谁能看出分别不让世道标注我的样貌大显身手打破谁的技巧会剪断离愁这念不可动摇这一路荆棘满山开遍魔道怎么回事最近拍下来的怎么尽是些小角色自燕家堡事变以来，这场仗已经打了1年。战斗也从一开始的大规模攻防，逐渐转入了相持阶段。自从西派整体转为守势，许多原本位于前线后方的地界，也暴露在魔道的猛烈攻势下。 相比起魔道大军的源源不断，西派联军的人数就少了很多，而且多是筑基、炼器级修士。双方结丹修士似乎默契的没有直接出手，而弟子之间的互相袭击、斗法，乃至是暗杀，却是层出不穷。 几位师兄师姐都参加了年初的大战，能全身而退，已属不易。对我来说，倒是个巩固修为、磨练技艺的好机会，还得了不少灵师法器。只是这样打下去，会有任何结果吗？ 你还记得江国、车骑国的皇室后人吗？我已给他们安排好了后路，现在由你亲自送他们去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九国盟。师姐是给偃月宗找好后路了吗？
使劲，不退，咱们偃月宗会吃大亏的。退一步就海阔天空了吗？七派的天空会是虚空，那帮老家伙们应该早已安排好自己的退路，只可惜那些普通的弟子血洒疆场，不明不白。偃月宗在门主的带领下也会留存下来，只是我像一只聒噪的鸟儿，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却无力挽回任何事，也无法拯救任何人。韩立，我不应该想起他。你跑去哪儿了？你跑哪儿去了？还在打仗呢，你们这些高人就跑了？此事一直憋屈在心，反正也见不到面了，跟你说说也无妨。你愿意和我说话了？只要你愿意说，无所谓说什么。开战之前，七派与魔道签订了秘密协议。这么机密的事还是别说了。事到如今，战局是按协议锁定，七派认输。还没打就认输了，这不是你的风格。协议约定，此战只限于元婴期以下的修仙者参加，所以，我救不了所有人。我们这些低阶弟子，还在傻傻的打仗，每天都有死伤，而你们已经知道结局了，真是太不公平了。战争不是普通人的游戏，最后却让他们付出代价。活了300年，都没想明白，真是可悲。你别哭，你没做错什么。我阻止不了，我什么也阻止不了。你别哭，我在呢。你在哪儿？在这儿。在这儿。南宫师祖，你已经3天3夜没有动了。快到了吗？还有1个时辰就到金谷园。陈长老，这个是我们3人今日击杀的魔道筑基期修士所。此寮十分狡诈，险些被他逃了去。还好我们3人配合无间。可不是嘛，那是我们3运气好，遇到个落单的。上次我一个人可对上了好几个魔道修士。我们初来此地，大家都收敛一点。怎么哪儿都有他？韩立，好久不见啊！韩林小友，这次又给老夫带了不少厚礼吧？不错，这才3天，5个炼器，1个筑基，还是最难对付的魔焰们。来，这是你的军功玉简。这次的战功，还是要换古籍吗？有劳了。好。
还是弟，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没想到你在这里。数年未见，别来无恙，陈师姐。你也是，修为愈发精进了，恭喜你，斩获一名筑基期魔道。侥幸而已，也算是没有空手而归。我这可是第2次击杀同级筑基修士了。哦，恭喜。我还有事，告辞了。说到这来，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想法？我再启发一下，你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给把灵草，然后咱们3个，明白了吧？他长什么样啊？瘦高个儿，平平无奇。平平无奇。哎，他们现在在哪儿啊？那个女的要给她的兄长治病，所以他们现在多半是在烈阳洞寻找灵药呢。你们一定要赶在之前埋伏。他们的修为很差，比你想象的还要差，只能帮你们到这儿喽。各位，弟子伤亡速度快得离奇呀！难道你们没有察觉吗？禁地改为1甲子开一次，弟子们必定会尽全力抢夺灵草，厮杀的程度一定会比从前更厉害。韩老头儿，大家不当年都这么过来的吗？哎，大家放心吧啊，放心吧啊。这么黑啊，什么也看不到。这种地方，如果没有星象和标记所引导，一定会迷路。那怎么办？是岳阳宝珠。3日已过，岳阳宝珠是专门用来对付血色禁地的迷雾。有他帮忙，就不愁辨不清方向了。找着了，在那个方向。烈阳花，好大一片！快跑！看你往哪儿跑！你们不是要烈阳花吗？死也不让你们得到！没有，烈阳花，烈阳花，怎么一个都没有了？形势如此苛烈，所用功法也不是七派正道。他们不是灵兽山的，那又会是什么人？别哭了，还有一朵。谢谢哥，这饼俺舍不得吃，给你吃。此地危险，走吧。韩大哥，那我要怎么谢你？等出去了，给我烙几张饼吧。烙饼。
不远了，走。紫后花和玉髓枝都找到了，就差天灵果了。根据地图显示，此地应该有才是，怎么不见踪影？难道是被先前来的人采光了？时间不多了，还是看看此处有没有未成熟的幼苗。神识竟然无法穿透。赌一把。这应该就是记载中的石殿了。此地居然有隔绝神识之能。大家一定要小心。弟子定会全力以赴。玉儿、晴儿，你们两个留下来继续寻找血灵花。此事关系到燕如烟的性命和我们于燕碉堡的关系，亦不可轻慢。是，师祖。其他人跟紧我。真邪门儿，神识也无法探视。一路走下来，只有一条通道。要是在此地被围，逃都逃不出去。不行，还是不能冒险，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不好，有人！死路！这是师祖，听说这地宫里的黑鳞蟒是1级妖兽，会不会不太安全？不必惊慌，一切按计划行事，万事有我。师祖，难道此处有结丹修士？是他。果然在此。所有人听令，即刻起封锁此地，警戒四周，结阵。是，师祖。果然有天灵果，得设法拿到再走。
遇上我，和你斗命！管你齐派是谁，明天赶不上传送，都给我逮上60年嘛！ 这孽畜的外壳坚硬无比，寻常的法术对他根本无效。听我号令！启动阵法！是。厉害！看样子也没那么难对付嘛。师祖，这到底是什么妖兽啊？不对，这不是黑狸蟒，蜕皮化蛟，墨蛟。现在是2级了。2级妖兽，相当于筑基中期了。 要放弃天灵果吗？不必慌张。防御！被封住了，这下想跑也跑不了了。孽畜！就一个人了，打得过吗？你再不出来，你也逃不出去了。出去就是死。躲着谁也活不成。还不快走！快跑！
倒是好手段，居然躲了这么久都不出来。我怕你杀人夺宝。年纪轻轻，心思这么重，就不怕以后交不到朋友？我要是心思少点，这一路不知死了多少回了，哪还有什么以后？我这人不多了，这石柱压制不了他多久。你还有什么招数，赶紧使出来！我的确是，还有一件符宝。那还等什么呢？快啊！前辈，我需要直接催动符宝，你得帮我拖住他。我尽力而为，但你得先引开他。你准备好了吗？你看我像准备好的样子了吗？要不换你来啊！现在知道被人隔岸观火的滋味了。血色禁地回来的那2名弟子，在那儿已经跪了1宿了。你还是见见他们吧。找不回血灵花，他们还有脸回来？刘长老，气派那边还没有消息吗？血色禁地已经结束好几天了，按理说，血灵花也该送到了。来人可是燕家堡的接应，我是特地奉衍叶宗门主之命来见燕家堡主的。早主，血灵花噻。辛苦二老。果然他们也踩到了啊！是谁在我燕家堡的领地撒野？血灵花。别害怕，刘长老，我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堡主，
堡主，您还记得鬼灵门那个人吗？他又找到了我们，这次他说能够救少主。您还愿不愿意见他？请。以你筑基中期修为，敢孤身前来，胆子倒不小。为表诚意，在下此来特地准备了一份薄礼，送给少主的。薄礼就算了，眼下他最需要的是一味药。血灵花晚辈也有，可它不能治本，且服用之后会伤及根基，恐怕他这辈子都不能跨越结丹期了。堡主，您当真忍心吗？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还有其他的法子？那是自然，我鬼灵门有特殊功法，比血灵花好用，不仅可以让少主苏醒，还可以彻底根治他的眼疾。哼，黄口小儿，就算我再着急，也不会乱投医的。少主的状况不会更差了，堡主大可让我先试试，如若无效，再用血灵花救治，不迟啊。说，想要什么条件跟我交换？燕家堡的友谊。血色金帝总算是活着回来了。韩师弟，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啊。听说血色禁地死了不少人。没错。修仙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弟子们为了筑基丹送了性命，有什么意义呢？这世间许多好景色，你就替为师去看看吧。这就是修仙之路啊，在这条路上会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这么想，倒也是。不过，你能完好无损的回来，真好。运气好。问老啊，我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你说的意思了。之前啊，他还管我们叫师叔，现在做了师傅的小徒弟，但要喊我们师兄师姐了。我们降辈分了。我宁愿他管我叫师姐，师叔不是把人叫老婆？哎，好像有人比我们先到嘛，还挺亲密的坐在一起。哼！哎喂，你别告诉我你吃素了。对，我吃素了。薰儿跟你可没有半点关系啊。怎么没有关系？韩立，听说师傅收你为徒了，那以后咱们可就以师兄弟相称了。哎，小师弟，我可要来找你约架啊！小师弟，听说你在血色禁地里辛苦了，好好调养一阵子啊。
用心修炼，别给师傅丢脸。我叫韩立。烦死了！赵将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接单？我叫韩立，你叫什么？哎，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我叫韩立，立碑的立。烦死了！出关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给杀了，然后再给你立个碑。我这脚还没沾地儿呢，这席早就摆上了。蒙古，这不是等着给你接风的吗？切，别扯犊子，他还能那么稀罕我？那就是。大侄儿来了，你可真会赶趟啊！来得正好，宴会刚刚开始。这是谁的庆功宴啊？当然是我和你姑父的呀。我们在江国首战告捷，拿下江国，车骑国也指日可待。接下来就是越国。老姑，越国是我的。哎呦，越国是我的。不就是在血色禁地杀了几个练气的弟子，瞅给你嘚瑟的。您手握5万精兵，死乞白赖累够呛，才打赢这么一仗，回来还吃上席了。所以说论脸皮厚呢，大侄儿的确拼不过他老姑。大姑，没生气，那这儿没有恶意啊。那就是。对了，听说你最近老往燕家堡跑，怪不得放不下越国。不会是看上人家的女儿，想去倒插门做个养老女婿吧？他怎么知道燕家堡的事儿呢？少说息怒啊！恁姑的野心遍布天南大陆，都算俺俩可以不错，
恐怕也瞒不过他呀。那就熬死。好，我明白。但是这种事儿，我有嘴，以后让我自己讲行吗？记得把你那个嘴能闭眼就闭眼了。中。那就。还有你们俩这个官话啊，能不能稍微给我小心那么一下？这一带你们去燕家堡，你在这儿啊，我中啊，你在还瞧死去，都什么玩意儿？这棋派都会选定一个地方，要搞一个会盟啊。这毕竟关系到各个门派这未来几年的发展啊。所以说呢，每一次血色禁地开放，都血色禁地关系到各个门派未来实力的高低。对了，我还听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只要进了血色禁地的弟子，都能获得一枚筑基丹，这事儿是真的假的？假的。哎，我就说嘛。但是，这个传闻呢，也不算离谱啊。你知道这血色禁地为什么又叫做奇派的灵草库吗？因为此地生产着各种珍贵的灵草，在整个越国也只有那里，才有试炼筑基丹的原料。怪不得在市面上没见过那几味药。一次试炼，族谱里的弟子都要抢着去了吗？非也，血色禁地进去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出来。禁地是九死一生，你知道往年参加试炼的弟子存活率有多少吗？不到半数。这么危险？这位小友，你也对血色禁地感兴趣？啊？什么呀？师弟，你吃的那是什么呀？果子。还有没有了？正好，还剩一个。哎，谢谢师弟。谢谢师弟。师兄，刚刚那人谁啊？他你都不知道？向之礼向师兄，谷内年龄最大的炼气七修士，去了好几次血色禁地，还都活着回来了，就是还没筑基呢，也是奇怪。这老头真笨，天天就是要赏乐。门派打得好算盘呀，需要丹药，就逼着我们这些炼气弟子拿命去换。你们说，那老头是不是诚心吓唬人？一把年纪了还没筑基，他肯定最着急去血色禁地博筑基丹了。明明想去，又怕年轻人抢他名额，就来吓唬我们。不过，他万一说的是真的，非洲。
诸位长老远道而来，周某有礼了。我已在天机堂内摆下花果茶点，请诸位随我来吧。师叔，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先下去吧。是。来，吃，尝尝。哎，尝尝这糕点，哎，真好吃。这味道不错啊，比上次好吃啊。别吃了。就是，这都没吃饱呢。禁地开放在即，按规矩呢，由我们黄风谷保存并使用的岳阳宝珠，是时候移交给下一派偃月宗了。师姐，稍等一下，在移交宝珠之前，我有一件事想跟各位长老商量一下。这不是筑基丹吗？质量差了点儿。哎，我这个好点儿。这2颗筑基丹应该是不同批次炼制而成。没错，浮云子手上这颗是20年的禁地材料制成的。那我这个呢？这颗是近期的禁地材料制成的。虽然都是筑基丹，但是两者的品质相差甚远。相信各位长老也有所察觉，禁地中灵草的数量、质量大不如从前。所以，我代表偃月宗在此提议：此次禁地执行后，将提前进入禁地封闭期，将禁地封禁60年。什么？60年？这太长了吧？这太久了。韩大哥，真的是你，汉姑娘。上次太南山谷一别，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进入了黄风谷。还要多谢你送我的那本书。汉姑娘是来参加7派会盟的吗？对了，那个前面啊，有专门给炼气系弟子准备的茶点，你可以去尝尝。那些都是快要筑基的高手，光是跟他们坐在一块儿，我就紧张，还是算了吧。谢谢韩大哥。汉姑娘也要去血色禁地啊？我大哥旧疾发作，一直昏迷不醒，只有找到血色禁地里的烈阳花，才可以救他。你们那些老祖没法给他治吗？所以，我一定要亲自去找到烈阳花，把我哥治好。唉，死也治了。你对你哥哥真好。我有个小妹，在我离家的时候，她也就这么搞吧。禁地中灵草珍贵，就算5年开启一次，采到的筑基丹原材尚且不够，改成一甲子，那缺的筑基丹怎么补？可不是嘛！就是你们偃月宗家大业大，那自然是备了不少筑基丹。可是我们这几派可不行啊，多少弟子排队等着呢。就是啊，怎么办？筑基丹之所以重要，也是为了小辈考虑。每次禁地一开，折损的炼气修士几乎近半，这些弟子的性命，诸位长老就不放在眼里了吧？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心里的慈悲，难道能大过天道？小小的筑基丹，搬上天道了，不至于。
这看样子，你们黄风谷也是站在颜月宗那边的。这世上的天材地宝本就有限，有多少的灵草需要经过100年甚至1000年才能成材？近几年各派的弟子剧增，而灵草却是摘一颗少一颗。正是，现在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杀鸡取卵。况且，我听说魔道6宗又有异动，我们更应该避免伤亡，否则他们攻打进来。魔道，几百年了，年年都说有魔道，可除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又有谁真见过？是啊。少主，咱啥时候出征哎？别总着急啊，这越国旗派里边乱马七糟一锅粥，咱虎了吧唧就这么上了，得折多少人？少主恕罪啊，但是恁姑半个月头里都已经进军江国了，若是被他抢了先，少主的处境恐怕得更加的不得劲呐。那确实。我姑这人确实虎，但我比较善用巧劲儿，也借这机会给我爹瞅明白了，这鬼灵门以后得给谁。那恁想咋着呀？一动别动，一动不动。少主，不可越过来噻。指定得去啊，咱仨人够了。都咱3个，大军不去了。讲话这血色禁地也快开门了，是时候让这帮旗派大傻子们忙活起来了。再一个啊，你们俩到那边之后，能把嘴闭上就闭上，人那边说话不这味儿。中。那确实。你们都是各派的老人了，旗派如今势力如何，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比5年前如何，比60年前又如何？哎，正是因为各门派的势力在下滑，我们才更需要到这个禁地多采一些灵草回来，不然这些练气的弟子如何向上提升锻炼呀？对呀，是啊，总不能害怕牺牲就不去禁地，这不是因噎废食吗？对呀，我们几个反正不同意。怎么一个比一个轴啊？啊？哎，我是都无所谓啊，只是5年一次赌，这次要60年一次赌，我不知道某些人等不等得起。哎，你说谁呢？我同意啊！请洪福师姐催动岳阳宝珠。师姐，请催动岳阳宝珠。虽说是见义勇为，但是杀同门，终究是大忌。我又干不出杀人灭口的事情，所以陈师姐，你还是吃颗忘尘丹吧。吃了这忘尘丹，今天发生的一切，还有我出现在这儿的事，你就都忘了吧。师姐，容颜有消息了吗？听燕家的人说，还是没有醒过来。不过听说他们在找血色禁地的血灵花，若能找到，还有一线生机。禁地凶险，又有门派的任务，
于情于理不能让弟子冒险，绕路去找那血灵花。是啊，原本以如烟的资质，他完全可以带领队伍去试炼。他这一病不起，计划全乱了。师姐，我倒有一个办法。绝对不可以！七派明确规定，只有炼气期弟子才能够进血色禁地，这样是破坏规矩。师姐，你忘了，我所修的素女轮回功是可以散去功力，只要我把修为压制到炼气期，我就是炼气期弟子，还有谁能挑出毛病来？就为一株血灵花，你就要以身犯险，降到炼气期。我的活祖宗，就是你愿意，我还不同意呢。燕家独苗在咱演元宗出了事，理应该全力相助。更何况，我很喜欢燕如烟。再者，燕家宝驻守越国边境，为七派抵御魔道近100年，劳苦功高。我相信，只要我去了禁地，一定能将血灵花取回来，救燕如烟一命。还有我们要找的那样东西至关重要，只有我才能把它万无一失的拿回来。再说功力很快就会恢复的，就这么定了。这个秘密一定要守住。少主好，少主的血灵大法越发精进了。我让你去查灵兽山去血色禁地试炼的人，名单呢？目前报名的是很多的，但是咱们不是要挑一些听话的吗？是要挑听话的，还是送礼重的呀？少主，你说什么呢？就拿燕雷来说吧，来了7、8回了，送的礼物我头一回收下，我是觉得那个礼物你能喜欢。但少主不要担心啊，咱就是收下了，咱依然不让他参与，谁让他是燕家宝的呢？嗯，燕家宝。堡主，各门派参加血色试炼的人员早已定下，我燕家堡弟子即使送礼，也不一定能够进去。不过偃月宗的人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我们去取血莲花，让我们等着好消息。燕儿是在他们那儿出的事，他们当然应该这么做了。话是这么说，只是这世上之事，皆是利益交换。刘长老，劳烦你再跑一趟偃月宗，把这封信交给他们的门主，只要他们能竭尽全力找到血灵花，救回燕儿，燕家堡的矿场就送给他们了。堡主，这可使不得！矿场的收入是我们燕家堡的命门，怎可轻易就送给偃月宗呢？我只有这一个女儿，让我拿命去救她都可以，何况区区的灵石生意。什么人？结丹修士。不过都是初级。筑基中期竟能指挥结丹修士，不就是想去血色禁地吗？燕堡主何至于此啊？你是什么人？晚辈，鬼灵门少主王禅。你是王天谷的儿子？正是。听说堡主最近在想尽各种办法，让燕家堡弟子去血色禁地试炼，想来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东西要拿呀。既然此事七派不愿伸出援手，为何不来我六宗商议呢？
这七派向来以正道自居，却联手霸占血色禁地，求他们办事，难如登天啊！您堂堂燕家堡堡主，如此，会不会太过卑微？哼，你究竟想说什么？我可以安排人到血色禁地拿到您想要的东西，不论是什么，小侄都可以帮您。堡主怕不是忘了，燕家堡与鬼灵门数百年前本是一家呀。阁下还是先回去吧。堡主也别忘了，只有愿意帮你的才是朋友。别说了，走吧。调查怎么样了？燕云山黄州派人去血色禁地，不是为了助鸡蛋，而是因为他重病的闺女。他闺女？这妮儿名叫燕如烟，乃是数百年难得一见的天灵根。天灵根。所以啊，燕家堡一定要保他。不过嘞，他旧疾发作，命在旦夕，需要只在禁地中生长的血灵花救命了。那确实。原来如此，那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血灵花，就能掌握燕家堡；掌握了燕家堡，就能掌握这次战争的先机。有点意思啊！这下中国又有事儿做了。天灵根。终于让我找到你了。好。他不会想起来那天的事儿了吧？今天天气不错还能看到雪山呢。师傅来了。师傅。都看到了吧？这便是千机之术。你们每个人传送至禁地内的地点，将随机而定。传送到什么位置，全凭自己的运气。门派能做到的，就是在你们的身上种下本门的千机之术，在一定范围之内，你们可以感应到同门的方位。这次试炼，各门派都在暗中较劲，采回来的灵草数量将会直接影响未来60年各门派的地位。他偃月宗仗着自己家大业大，随意修改禁地的封禁时间，我们灵寿山绝对不能被他们踩在脚下。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七派中最能打的。知道了。知道了。出发！
的场景，不露锋芒，运筹谋划，一颗繁星，几分牵挂，伴我走天下。几天不见，怎么胖了？哎呦，出发了！那永恒也是瞬间。莫笑我平凡，飞了！生长艰难，是坚强磨难。莫欺我平凡，存一心良善，杀伐要果断。命运里暗涌悲欢，生死间力挽狂澜。信念和地也慢慢归来，是当心圆满。众人就三界浩瀚，轮回里涅槃。醉舞高歌海上山，天条成路几经难。夜深河头秋空碧，万里西风一剑寒一剑寒。稳住！马上就要到了。对，守住要领，绝不能让燕家堡的人拿到血莲花。遇到钦派将营弟子，尽可能杀之、伤之，万勿暴露身份。这是自然。